仅仅一个中本聪都能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那如果有了我堂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川普的 buff 加持，那岂不是要开启一币在手，天下我有的节奏吗？要不说还得是董王呀，还得是你呀。那么这币圈是怎么挣钱的？想混币圈，首先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币圈可不是轻松挣大钱的好地方。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都知道啊，董王重返了白宫，再次黄袍加身，当着全世界的面宣扬誓言要重振美国雄风。那咱们就先来浅尝一下董王新政。首先呢，董王宣誓一完，立马就开火，那简直就是火力全开啊！先对民主党一顿猛批，听着旁边历任总统脸色发白。想当年啊，董王第一次走马上任的时候啊，小布什还敢站出来嘲讽两句。结果今天啊，没人敢嘀咕了呀。这次董王归来，简直把所有的美国精英阶层都给整得汗颜了。感觉这场复仇大戏啊，真是让恩怨两字满满登登的都写在了脸上呀。说到行政命令，那更是炸裂，一堆命令签下去，几乎把拜登所有政策都给踢了出去。我最喜欢的呀，就是美国总统代代相传，换总统换政策，真是一朝天子一朝策，一朝更比一朝猛啊。话说董王走马上任，执行的乃是一系列旷古的政令。彼时边疆之地，将军乃下令驱逐非法移民，边境告急，号召人民捍卫国土。昔日温文尔雅的国际规则，如今破碎。何曾见过一位总统如此果决？他的大笔一挥，便取消了一切对外援助，断绝了前朝遗留的所谓狗粮，这与昔日的圣贤之德颇为不符。然而这正是强者之路，不听之声必尽扫除。再看看他的能源政策，就如同古代王者复兴那矿山与工艺，放开束缚，重启化石能源，不再顾及所谓的环境气节。此番此举啊，无疑是挑战了全球变暖的风向，却也彰显了董王志在千里，心如铁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燃油车复生，电动车退场，这便是董王吟唱了4年以后祭出的大招啊！说到关税的问题啊，虽然他喊得震天响，话还在耳边不绝于回响，但对于中国的课税啊，虽然他不断的威胁，却又似乎有所顾忌。或许是因为形势所迫吧，他骨子里是想加关税的，但是又怕加得太重，会干得伤敌100自损8000的没屁眼子的事儿。就像古代皇帝在决策的时候啊，话虽然说得谨慎，却最终也不得不做出冒险的选择呀。纵观其举措啊，种种高压政策，或许是美国内外平衡的调节器，或许正如高山仰止，谨行行止之所言，欲建立不朽之国，必先对内心清算，稳固基业。但是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有一种冥币冲出了江湖。别误会啊，可不是咱们天地银行的冥币，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居然推出了个人虚拟货币，名字还挺霸气，什么川普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的人甚至以为川普被黑客盗号了，结果没想到经过证实，这是事实。难道他想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以此来化解美国债务之困吗？想要借此来斩断经济困境的羁绊？首先啊，咱们要认识川普币可不是什么有用的货币，它的背后没有什么支撑。要知道，像金本位啊、什么石油本位，甚至国家信用来支撑的一些货币，它背后都是有东西来支撑的。而这个川普币的背后啊，是叫一个魔音币，也就是咱们听着像冥币的玩意儿。魔音币顾名思义，和魔音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价格的空气币一样，完全就是圈钱的工具。就像当年的狗狗币，最初是个表情包币，后来被马斯克炒得像个传奇，价格一飞冲天。结果一场泡沫破裂，大家都成了割韭菜的局外人。现在这川普币也许就成了名人玩梗式的炒作最新的版本。买个虚拟货币，结果拿回来一个特朗普的表情包，谁会为这东西买单？一个字，绝。它的功能呀，估计就像是有些人想腐败一个人，所以把1块钱的酒在网上挂出3000块的天价来，让那些人来买了。说到这里啊，咱们得给大家科普一下魔音币的套路有多深。
你要知道，比特币还得通过高能耗的挖矿来挖掘，但魔音币则没有这个麻烦了。只要你喜欢，你随时可以发，随时可以印出来。所以川普这次给自己留了80%的发币量，你说他是不是吃相有点难看？就这游戏规则，按理说没人会买单的，可偏偏炒作起来，竟然真的有些人开始为虚拟货币买单，完全是把它当做一个大赌场，让那些投机倒把的人有了更大的空间。结果呢，不到3个小时，这魔音币就涨了40倍，市值已经突破了60亿美元，而这个涨幅直接超越了曾经的狗狗币，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更有意思的是，连特朗普的老婆梅拉尼亚也跳进了这场局，推出了自己的虚拟货币梅拉尼亚币，这就跟某些网红同步推出联名款一样，显得分外高大上。这梅拉尼亚币跟特朗普币一样，80%的币都是梅拉尼亚的私人资产。你说这不是赤裸裸的圈钱又是啥？再说说索拉纳这个平台啊，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的魔音币都是基于索拉纳区链块发的，而这个区块链平台最近也赚得盆满钵满，市值暴涨。你看看这一场金融泡沫背后其实是把大家的钱都转移到了背后的区块链平台，可想而知，索拉纳也在趁火打劫，赚得不亦乐乎。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炒作，那就大错特错。董王不仅仅是在鼓吹虚拟货币，他也亲自下场，给自己当上了币圈大亨啊！以前他还说不喜欢比特币，讨厌比特币，那早就成为了历史。现在他甚至宣布计划让美国成为全球虚拟货币的超级大国。特朗普已经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啊！他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动用总统权力，把美国财政拿来接盘虚拟货币。想象一下，一旦泡沫破裂，受害的恐怕就不是川普自己，还可能是整个美国政府。都知道，比特币自2009年3月出现以来价格已经暴涨了数百万倍。到了现在呢，川普显然看到这个商机了。仅仅一个中本聪都能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那如果有了我堂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川普的 buff 加持，那岂不是要开启一币在手，天下我有的节奏吗？要不说还得是董王呀，还得是你呀。那么什么是加密货币呢？面对那让人又爱又恨的币圈虽然自个儿也是个半吊子，但世间万象变化无常，架不住咱有一颗求知若渴的心呀。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加密货币。话说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金融业的风暴骤然来袭，美国佬想方设法救市，放水如洪，钱如流水。然而钱撒的越多，那通货膨胀肯定也就越猛。那时候老百姓心中就发问了，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竟然不如央行一句话、几台印钞机来的那么快这钱的价值犹如那风中的沙，瞬息万变，让人琢磨不透此时一位神秘的人物宗本聪仿佛从天而降，发表了一篇惊世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很快，这种不受政府控制的去中心化货币比特币便悄然诞生。那么为什么要去中心化呢？这里说到了去中心化，而说到去中心化，这可是一个大难题美国的中心就是美元，难不成董王想去美元吗？真正的去中心化，尤其是将权力、信息控制分散至每一个角落，或者是个别幕后玩家操控一切。比特币虽然号称去中心化，可它真的做到了吗？想当年金银贵金属乃为硬通货，货真价实手中有我，分量十足。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贸易愈发繁荣，黄金白银的运输既难又不方便，所以纸币跟代金券就应运而生，就是为了方便。但纸币的背后也有隐患黄金有限，生产力却在不断的增加，货币增量跟不上，便是物价飞涨或生产停滞，皆非良策这就像一群人被困到了一个荒岛上，一开始用扑克牌作为货币来交换，一张牌换一条鱼，生活无忧无虑。然而渔网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捕鱼的效率，结果鱼多了，扑克牌不够用了怎么办？要么就囤积牌卡等着它升值，生活质量反而更加下降。这个时候管理者就不得不站出来偷偷的增发扑克牌了，试图稳定物价，但结果肯定就是大家怨声四起。这货币的数量必须与生产力相匹配，就像黄金不够用了，纸币便应运而生。纸币靠国家的信用来背书，而比特币声称去中心化，
但谁为它赋值呢？一开始啊，大家对它也不屑一顾，直到有一个玩家用1万个比特币换了2块披萨，才开始有了共识。原来这东西也是有价值的呀！比特币的价值水涨船高，早期的玩家赚得盆满钵满，自然也就拼命宣传，吸引更多人来加入。这不禁就让人想起传销了呀！来得早的挣得多，来得迟的也有机会一夜暴富，这不就是庞氏骗局的雏形吗？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比特币确实去中心化，但财富往往集中在少数的人手上，推动比特币价值上涨的恰恰就是这些少数人。再说说 KOL 们在其中的作用，马斯克一放话，能让比特币、狗狗币价格如洪水猛兽般翻涌，而那些媒体大 V 更是借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区块链专家，收割韭菜，挣得盆满钵满。最终啊，炒币这事儿就像打撸欧撸排位赛，只要能确保自己不一直待在守门员的位置，那就算是进步。但是你得清楚啊，这风险是很大的，一不留神就掉下去了。这个收益啊，就像那些喜欢混分或者花钱代打的同志，充满了不确定性。也许你可以单身变摩托，一下从黑铁飙升到了白金，甚至王者，但归根结底啊，实力才是王道。那一个操作不当，有可能一不小心就再次跌回黑铁去了。所以啊，只有你技术过硬，打得好，才能稳得住。混得多了，也许只是昙花一现，分分钟跌落神坛。再回到去中心化这个事儿上，听起来虽然高大上，那实际上交易所就是一个大中心，没有它谁能交易？而且啊，交易所的问题不断啊，什么跑路、黑客攻击、挪用资产层出不穷。所以啊，所谓去中心化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最后啊，我想说，炒币跟赌博一样，愿赌服输。若真的想发财，靠的可不是这些虚无缥缈的梦想，而是脚踏实地，凭真本事。记住啊，富贵是人之所欲，但若不以正道得之，终究不能安享；贫贱乃人之所恶，但若不以正道避之，亦难长久。要想财富自由，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好每一步呀。这便是古人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那么这币圈是怎么挣钱的？想混币圈，首先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币圈可不是轻松挣大钱的好地方。尽管对于少数人来说，确实可能一夜暴富，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天坑。所以啊，币圈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玩币圈的钱必须是你能承受的范围，就像你进澳门赌场洒水还行啊，要拿着老婆本进场，那就可能连老婆都没有。接下来咱们聊聊几种常见的币圈捞金方式。咱们先从最基础的玩法讲起。第一种就是挖矿，其实就像古代皇帝的铜铸币，你用计算机算，最后算回一点奖励来。最初的家用电脑也能挖矿，到了后来显卡就成了挖矿的必备的工具。你可能还记得那时候显卡价格疯涨，差点让你也成了炒卡的专业户。到了现在，想在家挖矿也不容易了，除了要有更强大的计算能力，云挖矿成了新的风口。但记得要选对平台，避免雷区坑了你。然后咱们说一说一级市场，别看它的名字有点高大上，它其实就是你直接从项目方手里买币，价格便宜，但风险高啊。早期的投资就像是一场赌局，有可能项目方一夜就倒了，钱也没了。不过啊，币圈的江湖不完全是靠买币打天下，还有一种方式叫空投。啥意思呢？你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像分享链接、介绍项目啥的，就能得到一点免费的币。但要想挣大钱，就得准备多个小号来薅羊毛。可别小看这空投呀，每年都有不少人从这里捞到了第一桶金。不过别忘了，空投是有成本的，干啥也别做白工呀，那手续费还是要花的。讲完一级市场，咱们再聊聊二级市场。这就像股市中的证券公司一样，你可以在这里低买高卖，像炒股票那样。最主流的交易货币是 USDT， 它的价格大致等同于美元，不过会有一些小的波动，这就给了我们套利搬砖的机会了。你可以在一个交易所买 USDT， 再在另一个交易所高卖 USDT， 从中赚取差价，就像跑商贩，必须得精于算计才行。但是啊，币圈的套路远远不止这些，
你要想挣得更多，得试试杠杆交易。什么是杠杆呢？简单来说，就像你贷款买房，用少量资金做大额交易。比如原本你只有10万块钱，那加上杠杆，你可以操作50万的交易。不过别忘了呀，杠杆是把双刃剑，收益放大的同时，那亏损也是增倍的，搞不好你的本金瞬间就没了。所以啊，用杠杆的朋友们稳住心态，千万别贪心。说完了这些基础的玩法，接下来就是那些更复杂又刺激的玩法。那么期货、期权，甚至是去中心化金融 DeFi 这类玩法风险更大，但也可能让你一飞冲天。不过建议新手们千万不要急于涉足，立足脚跟稳步走，先学会了现货交易，再去琢磨那些骚操作。最后啊，咱们再提提 NFT 跟链游。NFT 顾名思义就是非同质化代币，每个 NFT 都是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就像数字艺术品一样，你可以交易它、收藏它。虽然它看起来炫酷，但要在这里挣钱，门槛可不低。而链游呢，就是玩游戏赚代币，最后把代币兑换成有价值的加密货币。这问题是啊，有些链游在你回本之前已经跑路了，别说我没提醒你啊。总结一下，对于新手朋友们来说，最稳妥的策略就先从现货交易入手，认准大饼跟以太坊这2种主流币，别瞎碰其他的百倍币。等你混熟了这个圈子，再去搞其他的骚操作也不迟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些短期的炒作跟虚拟币背后往往充斥着空气币和泡沫。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跟冷静的头脑，很容易在这片混沌中迷失方向。所以啊，对于初入币圈的小白朋友们，我的建议是啊，先从最简单的货币交易开始，稳扎稳打，把基础做实，再逐步向更高难度的操作来进阶。就像你打撸偶撸，你不可能一出来就是王者，对吧？所以记住啊，不管是挖矿还是做空头，如果在2级市场跑商贩，都要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三思而后行，做事要有度。最后，无论你在这场博弈中啊做什么样的决策，都要记住一句话：财富的积累并非来自偶然的幸运，而是源自脚踏实地的积淀。用我们国学的智慧来看待这场数字金融的大浪潮，你不仅能够把握住机会，还能在风险中保持冷静，从而不被市场的波动所左右。所以家人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数字世界里，咱们要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持中庸之道，既不贪得无厌，也不急功近利，稳稳当当的一步一个脚印，保持虚怀若谷的心态，不做一夜暴富的幻想帝，才能走得更远更稳，最终才能收获真正的金山银山，实现财富自由。董王在线是雄图，虚拟币中定风骚。川普币来势汹汹，风云一变藏玄机。纸上谈兵何足道，背后玄机欲何求？纵有权力换乾坤，却难藏得如风飘。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